在做有关水泥的活，眼看年关越来越近了呀，外头的大部队即将回来，得赶紧把卧室给做出来噻。这个时候水泥啊，你来添个啥子乱嘛？如果不在10票之前把它用完了，5吨水泥就要泡汤。只能委屈个人早起晚睡，每天抽2个小时的空档，要把这儿全部挂了噻。这儿挂完了就好上车噻，但凡交通方便点儿，也不会这么操蛋哦。嘿，有大路不走，你还学会翻墙了哈？又当一根丑木头，用大磨机把它磨平，看来好工作。这儿说把那个丑木头给包起来，做成一个门串，到时候往那个飘窗上一坐耶，可以省掉缝本子的空间。旁边2堵墙上包的这个到时候就是用来做屏风。这儿说屏风里面还在等待，到底是个啥子样子，还蛮期待的。接着昨天的没做完的工作继续做，把那个门槛和屏风两边的箱体把它做归一。自从回来装修，眼镜哥的工具可以码一根物料，暂时哈儿。哥哥，那又是个啥子呀？把那个搞完。结果杨根儿厉害，杨根儿研究那个新玩意儿，可是他不懂偏心轮离木板边缘的距离和孔的深度。在西西客户的帮助下，都足足花了2个小时时间。杨根儿说那些木板上面钉些钉子啊，就实在是太可惜了，又影响美观，所以他买的那种3件连接件的，就可以避免那种情况，把一些空孔都给隐藏起来。那个时间过得好快哦，一转眼不是21年，只剩最后1个月了。祝愿所有的宝宝们卡里不缺钱，晚上不失眠。杨根儿把这些个木头挑出来，然后把它包平、包光滑的，打算用来做屏风。他选择的是125的细砂，一根木头嘛，他反正光打磨啷个都要至少半个小时的时间。哪里有一滴点儿不平整，他都非得要把它磨光身了才可以。不晓得他那种是叫说的好听点儿叫做完美主义，我觉得说的不好听应该就叫磨皮吧。你确定你眼睛都是第一只，你得把它瞄得到直不直？我的那个妈耶，你用脸去称它，你那个脸皮那么厚，你不要把木板给我蹭起毛了哟。宝宝们点评哈儿，这个做的怎么样呀？屏风的顶顶上不是还空了一截吗？杨根儿说到时候那里还要扛一个板板，上面装起灯带。这个屏风花了3天的时间，宝宝在评论区里面说这个拽实的很，可以用上白面了。对于房子，感觉每一辈人好像都在为他而奋斗。他妈们当年省吃俭用，劳心劳力修建的，那会儿又由他来挖空心思来改建。慢慢的老房都只能成回忆了。那会儿又把木板给拆过了。然后又来重新安装，我觉得我但凡懂那么一丢丢，应该都会贴心他一下。一个人一天要想太多的事情了，脑壳一时卡壳啊，好像也是正常的。不好意思哦，杨根儿，给你拖后腿了哦。就想起前段时间跟一个朋友去吃饭，朋友说的娶老婆还是要娶个聪明点的。然后女士宝宝们，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回击那句话呢？我们的
工作就是给卧室的墙壁贴那个石膏板儿。宝宝们看到起哦，第二个我可也是做了活路的哦。平时嘛也是有做的，只是因为颜值不够高，所以不愿意出现在视频里面，是默默的做着幕后工作。这个地方啊，本来有一种仪器叫做万向定位折尺，结果呀，杨根儿看了价钱过后啊，觉得太贵了，又舍不得买，那就只有费脑壳用传统的方式来计算噻。结果这儿整一半天的把它合上去，结果那个误差还是蛮大的，多的地方啊还是出现1厘米。他在我面前吹，他几何学得好狠，耶，今儿可露馅了吧？我觉得我要是愿意出马的话，我算出来应该都比他的误差还小些。把那个石膏板贴好歹，我们还要填那个填缝剂。我们是买的速干的填缝剂，2个小时就可以干了。干了，然后还要贴纱网。纱网贴完了过后，就是刮腻子粉儿，然后上油漆。哎呀，突然觉得装修个房子啷个那么多工序呀，好复杂哟。看嘛，都那么点儿活路，又搞得摸天大黑的。有宝宝们不是四川的，建议我还是用一下普通话说。但是我那个普通话呀，确实是很不标准，那就只能委屈下宝宝们听一下川普哟。今天杨哥的后补比较轻松，宝宝们建议我们表楼两边的墙呢，就不再贴石膏板刷油漆了，直接用实木生态板拼。没想到啊，这样子更方便，省时又省力。耶，你还别说，这个板儿一装上去啊，这个效果看上去还是蛮不错的哈。宝宝们的建议来的正是时候，要不然呀，在外面又是也要贴石膏板啊，也要刮腻子啊，刷油漆啊等等，这样省时又好看，至少可以让我们提前半个月来入住。谢谢我们可爱的宝宝们呢，往后希望宝宝们多提建议，我们也实在是没有经验。杨哥说就在上面做一个抬头梁，就这个小小的抬头梁啊，杨哥都做了1天到黑。遇到这个有强迫症的老公哦，真的是脑壳疼。这个自然生长的东西哪里来有那么完美嘛？但是有一丁点儿不平的呀，还有那个黑色的结疤的呀，他就在那里翻来覆去的去打磨。1块板嘛，他都要打磨几个小时，我们是看到都着急的很哦。就他这个速度这么磨皮，我估计呀，搞到明年这套房子都装修不完。我真想把他解过了，我个人搞。做得慢嘛，你就算了嘛，你还1天屎尿多得很。这不看他又打6遍过去了，我就接着来赶一下进度嘛。平时看着他做的挺轻松的嘞，哎呀，我才跑了几分钟，我的天哪，这个手太软了，不行了。在他还没收兵回府之前了，赶紧放下，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，免得被他知道后，他又要说你以为这活儿好轻松呀？说不定呢，以后还嘚瑟的要不完。最开初呢，这个屏风的眉头上面呢，就只放了这样一块木板，看上去呢，总觉得太单薄了，总感觉它配不上这个高大上的实木的屏风。所以杨哥最后又在那个板的下面呢，加了一根那个实木。这个效果嘛，也不追求啥了，能够 hold 得住这个眉头就可以了。宝宝们，这就是杨哥历时4天做出来的屏风效果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啊？丈母娘特交代，把工具带起来，回来给他做条板凳儿。好不容易走哈儿人户，好休息一下嘛。过了你那哈儿来还要做活路，木头啊，黑成这样，也不晓得以前是用的哪个档位的，但是它是根白木。
打算把它做成板凳儿，看它是啷个样子的高的哈。如果放在妈那个柴墩儿里面呢，以后呢可以就是烧柴火了。杨师傅做条板凳儿都是做出2种风格，看嘛，那头2个缝儿打穿了的，他就发现那个木头太厚了，好费力气了。然后另外一头去了，他就不愿意让它打了，他说我就把它打一半就行了，做成榫卯结构就可以了。榫卯结构可是全新的挑战喽，2腿去了，又去找了几根木头出来，你还有几个坐脚噻。一顿操作猛如虎，又推又抱又涮，你看嘛，终于4个脚就出来了。推平过后，马上又要来挖它的空空。晓得原来说条板凳啦，也那么复杂。挖4个洞洞，一走那不就进去了吗？结果别个杨根他说他还用到了钩固定了。这证明了哪一句啊？学好数的话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读书的时候呢，估计他还学了点皮了手上，要不然现在我估计他那个板凳儿还确实都不那个累。我不觉得男人有多累，我觉得你做的事情我都能做，但是这次为了装修啊，我才发现，不是那个样子的。这个下力气的活呀，我还真就做不了。3玻璃门有70多斤重吧，2根扛回来也是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。看你这个力气啊，也是锻炼出来了，以后在那里干农活估计也是一把好手。气儿都还没来得及喘一口，又要赶紧开始干活。出去玩了几天了嘛，回来还是要抓紧一下进度。很多宝宝给我们留言说他们也想改造老房，在时间很充裕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做的哈，不过要学习的东西真的挺多，虽然累点苦点嘛，但是以后满满的都是回忆。安装这个衣柜门，第一次装了之后发现下面的轨道和上面的滑道不垂直，不在同一面上，门就装不平，很难看。改正之后呢，又发现靠墙的一面的接触有缝，又调节玻璃门上的升降门，就这样2扇门我们拆了2次，装了3次。看到这玻璃门上的景，就联想到半山深处有人家，依山傍水远繁华，跟我们目前好贴近了。如此美景，又让我想起小学学过的一首古诗：远看山有色，近听水无声。春去花还在，人来了不惊。根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呢，是打算用来做一扇门。本来这根木头用来做门方刚好，但是它又不够高，只有1.7米。两根每次过路嘛都会碰到头。家里有2位男士的海拔都将近1.8米，所以他直接把它给锯了。重新做的门的高度呢是2.05米。杨根今天又多了一个身份，那就是石匠。说起石匠啊，杨根可还是石匠2代哟。他爸爸、大爸、幺爸3弟兄都是我们这里相当有名气的石匠哦。3弟兄的手艺都非常好，可是就亏在一个识字少，没有读多少书。别人请他们去做包工头，他们都算不出来。
他就只能做苦力活呀。杨根老师说，他就特喜欢他爸爸出去干活，他爸爸回来的时候啊，荷包里都会给他揣一点吃的。对于70、80后的人来说，有一点零食吃那是多么的难得呀。他家以前呢，虽然不算是多富有，但是他爸每天出去干活，多少都能够赚一点钱回来补贴家用。家里啊，从来不缺吃的和穿的。每次一说起啊，这种幸福的味道，就让我这个留守儿童啊，很是羡慕哟。我小的时候啊，家里吃水都是问题，更加不要说其他的了。大家老是开玩笑的说，早知道你会成为我老婆吗？小的时候就不要你在家里受苦了嘛，直接把你接到我家来，让我爸妈养着。这娃儿从小长这么大就没离开过他爸妈。我跟他刚好相反，我跟我的爸妈就是一直都是聚少离多。到70、80后，有多少娃从小有父母陪伴，不知道又有多少人从小就是留守儿童长大的嘞。师傅在贴瓷砖，秧歌儿自然也不能闲着，把洗手间旁边的那间卧室的楼梯先来做好。这个石头是家里拆墙壁的时候，每堵墙最下面都有一根露水壁。现在所有房间的墙壁都全部挂了砖，这些石头呢就没有可用之处，扔了呢又挺可惜的。毕竟这些石头呢都是30多年前全部靠人力用力气把它们从几十公里以外的地方抬回来的。而且每根石头上呢，都承载着老人家的辛苦和心血的一个回忆。秧歌就决定把这些露水壁用来做楼梯。本来最开初的时候是打算用木板做楼梯的，做楼梯的木板呢都已经买回来了，但是最后呢又考虑到，一是四川的天气本来就长期处于一个潮湿的状态，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地基，也是挺潮湿的，木板呢就很容易发霉。感觉用木板的方法呢就不怎么可取，一根这样子的露水壁呢刚好可以做3步梯。秧歌说做楼梯讲究挺多的，每一步的高度不能高于18厘米，每个阶梯的宽度不能低于呢26厘米。一般居家楼梯呢都是选择用单数，有人说单数是男人当家，双数呢是女人当家，也有人说单数呢表示步步高升，双数呢表示节节衰退。我们家这个楼梯呢本刚好是12步，如果做到13步呢就非常的牵强。秧歌说其实这些说法是没有办法去考究的，那这个楼梯的步数是怎样去算才好嘞？平台算不算一步嘞？最上面的一层也算不算一步嘞？干脆啊不理这些，做到几步嘛算几步。生活嘛，总是有进有退，有时男人说了算，有时女人说了算。